哎，师傅，玉湖姑娘，天磊，什么事？师傅，你可算回来了。这药店老板啊，亲自上门备药，说缺了2种药，想用另外的2种代替。我们想等着您回来，让您来做裁断。哦，这是哪2味药材？缺了呀，缺了那个熟地啊、当归啊之类的。当归？这当归是最常见的药材，怎么会少？他说是有当归的。哦，啊，对，当归。哦，师傅，你有所不知，这药店老板呢是我们家的至亲，为人爽直，急公好义。他一听说啊是给边城将士们的急需之药，便把生意都停了，与儿子一起将药备好，分文不收呢。这生意人能有此等心怀，实属不易。我这就去一趟。好，叶生，快带师傅去。静堂啊，哎，娘，他们怎么还不来啊？哎，娘，你就放心吧，准备了这么多药呢，干爹肯定会来的啊。啊，哎，静堂，我刚才跟你说的话，你可全部都记住了啊。哎呀，娘，您就放心吧，今天啊，我一定让您和干爹团圆。哎，好好好，来了，干娘这次可全靠你了。知道了。哎，燕生，悬壶济世。您就是来自边城的刘先生。啊，在下刘若谦。我叫季敬堂，是这家店的伙计。哦，你家店主呢？啊，店主方才一直在这等候您，但实在不巧，他因为一点急事被请了出去。您稍等片刻，他马上回来。好。你先忙。我先忙。刚刚是什么声音？你们家不会有老鼠吧？你才是老鼠。对了，先生，听说您是河南洛阳人。是。我们家老板也是洛阳人，据他说，他是您儿时的玩伴。哦，你家老板尊姓大名？他姓佘，叫佘宇。姓佘啊，还真是记不起来了呢。想不起来，就给我好好想想。快去忙吧。哎，你练字几年了？啊，4年了。触笔灵秀，后生可畏。你家老板怎么还没回来啊？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耽搁了？哎，确实。哎，不瞒您说呀，昨天还起冲突了。什么冲突？哎，昨夜老板跟老板娘吵架，本来也不是什么大事，但是你一句我一句，2个人互相都上了火头。我们老板娘呢也是个倔脾气，老板呢又说了一些火上添油的话，这下糟了。于是呢，老板娘就摔门而出，老板呢也就急了，但是他怕耽误您的大事，所以说咬着牙帮你准备了这批货，于是才匆匆的去找老板娘的。
真的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。不回来就不回来呗，何必去找呢？你还小，你懂什么？虽然说夫妻之间没有隔夜的仇，但是又说了过头的话。他不去找，另外一个又怎么下台阶呢？没良心的！我给你台阶，你下吗？哦，对了，老板临走之前给了我一件东西，说只要将它交给你，就知道有当归了。当归。你家老板到底是谁？蛇语，蛇语，叔也。热切，我找的好苦啊！你这段时间去哪儿了？去哪儿了？去哪儿了呀你？孩儿敬堂，拜见干爹。啊，免礼免礼。干爹，你看这葡萄是你从边城带回来的，几经周转，还是送到了娘手里。若谦，嗯，我决定了，以后啊，你上哪儿我上哪儿，咱俩再也不分开了。秀媛，你放心，后天我把药材送到边城，很快就回来了。后天？你一天都不能多待？主要是前线呢，还有很多伤员等着我去救治。你不放心这个，不放心那个，你怎么那么放心我呀？你去悬壶济世，我不反对，但你也不能把我丢在一旁不管不顾呀。你呀，刚好了那么一小会儿，就开始唠唠叨叨，没完没了啊！我唠叨，还不是因为挂念你吗？我知道你是在乎我。来，先坐下。
哪受伤了？给我看看。没事。给我看看。还疼吗？你上山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？昨晚情况紧急，救人要紧吗？叫你受苦了，但真没想到，你居然还是扬州的富家小姐。其实，离开扬州，换个环境也挺好的。自从我来了军营，我才知道，这个世界有这么大，我能做的事情有这么多。现在，我都没有刚来的时候那么想家了。你一个女儿家，漂泊在外，思乡心切，这是人之常情。冰妍，我想先送你回将军府。不，那我会被闷死的。那我先派人把你送回扬州。也不要，这边城胜利在望，我要和你一同凯旋南下。但你一个女儿家在军营里，女扮男装太不方便了。这倒是，我在军营中确实是有诸多不便。这样，明天我把军营里的告示牌给撤了。万万不可！你皇命在身，重任在肩，就不必为我多操心了。我呢，会趁着养伤之机，好好的想个主意的。好吧，但你以后必须在我的视线范围内。兄弟们，我们入驻边城，与敌交战，屡战屡胜。一靠兄弟们勇猛善战，二靠本军纪律严明。军纪第6条规定，女子不得擅入军营。可是最近，竟有大胆女子混入军营。大哥，咱这没什么女子。这个女子不是别人，正是本将从扬州娶到荆州的新夫人。带上来。杜宾。大哥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别怕。杜宾，春风绵绵拂一叶扁舟轻轻，雨打芭蕉不及耳边的叮咛。一座城，一身情，一曲
去相思所以醒，梦里桃花片片散落半月明。夜雨伴随扬州行，一人撑伞两肩并，花瓣飘零。真没想到，是你满天上将军夫人既是诸葛之耻，夜雨无声人一骑良方，有妥善亮出了自己的身份，还让嫔妃擦亮了双眼，认下你这个嫂嫂。已不负情。有得亦有失。你看我这长发，不就被你无情的削去了？春风绵绵说过了拂一叶扁舟轻轻，雨打芭蕉不及耳边的叮咛。一座城，一生情，这是一去相思所以醒。梦里桃花片片散落半月明。夜雨伴随扬州行，一人撑伞两肩并，花瓣飘零，是你满天深情。夜雨无声人有情，不负真心不负雨，不负人间亦不负情。夜雨蒙蒙扬州行，山高水远情不离，良辰美景透出深情相依。夜雨柔柔人有意，姻缘作对须惋惜，郎情妾意此情不移。得知师傅明日就要启程，徒儿特地前来倾听教诲。其实别的也没什么，只是那人阴险狡诈。你和玉虎虽然多次挫败他的阴谋诡计，但也不可总是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埋，迫于招架。应该让你的祖母早日看清他的阴险嘴脸。师傅言之有理，不过此人在祈福蛊惑人心已久，奶奶对他深信不疑，恐怕这逆耳之言听不进去啊。师傅，徒儿突然想到一计，我想让奶奶尽快知晓柯世昭在姬敬堂父母身上犯下的恶行，怎么样？好计，天磊，我走了之后便可施此计。敬堂感念公子能出此计谋，恳请三公子早日为我九泉之下的父母报仇伸冤。敬堂兄弟，此仇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，但一定会有那一天的。多谢三公子，快请起，不必多礼了。师傅，那你明日启程一定要小心谨慎，我和玉虎就先回去了。师傅，一定要多保重。好，保重。
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干爹干娘早点休息，我便先走了。你也早点休息。故弄玄虚，你怎么认出我的？你化成灰啊，我也认得出来。不好玩，本来人家就是想让你试试我的功夫长进了没，这么早把人认出来，没意思。我早就知道你一直跟着我呢。怎么，真的要跟我一起去边城呢？那当然了，我从不说二话。可人家军营中有规定，不许女子入内。那我不住军营，我们到军营旁边找个房子住。那是军营，旁边哪有房子呀？反正我不管，你上哪我就上哪。我是真拿你没办法呀。你答应我去啦？天雷，你怎么魂不守舍的？想什么呢？虽然师傅也赞同我们的计策，用这个方法，不仅可以让奶奶知道寂静堂一家被陷害之事，也能让她知道柯世昭的真实为人。那有什么好顾虑的？但是揭穿此人，又谈何容易呢？你是怕奶奶不相信你？奶奶自然是更相信他了。为什么呀？奶奶年轻时喜欢养兔子，最宠爱的那一只脖子前有一撮红毛，后来得病死掉了，奶奶伤心不已。偏巧，远在江州的姑母足月生辰，诞下一名男孩，这名男孩的脖子前竟然也有一块红色胎记。奶奶听闻之后，便以为是玉兔转世，亲自前往江州查探，之后便倍加宠爱。此人就是与我大哥同年生辰的柯世昭。竟然有如此巧合之事。这个柯世昭极会笼络人心，整个齐府上上下下，除了我母亲、雅妹之外，所有人都认为他好。你觉得，要是我们没有掌握他的铁证，奶奶会相信我们说的话吗？有道理。所以此计还需周密行事，最好是能够支开柯世昭，单独向奶奶汇报，免得节外生枝。唉，要是他不在府上就好了。对呀，奶奶一直想收回一家外地的商铺，我可以在奶奶耳边吹吹风，让她派柯世昭去速速多办此事。就这么办。柯少爷，听说你要出门啊？老太君吩咐的事，不得不去。不过听老太君的口风，此事似乎是三少爷提出来的，才让我去收了那商行。这三少爷
一向不过问生意上的事情，这次都是怎么了？还有那个三少奶奶也不是个省油的灯，搞不好这一次就是他们二人的诡计。小巧，我此次出门在外，府里的上上下下，你要好好留点心。老太君来了。小巧啊，你身为老太君身边的人，我都记得清清楚楚，你怎会忘了？老太君曾多次说过，人前爱争长与短，人后必然话是非。你以后所有不顺心的事，一定只可以跟老太君讲，不可以人前人后的乱讲，记住没有？是，柯少爷，我知道了。还有啊，哎呀，你走了。还有，我走之后，这府里的上上下下一定要多留点人盯着，还有三少爷那边也要留点心。你看，轿子已经备好了。找奶奶有什么事吗？奶奶，最近咱们这儿来了一个戏班，叫鸾喜班，他们演的剧目，我们连听都没听说过呢，现在已经唱红了整个林州城。行吧，那就把这个戏班请到齐府来，为齐府的老老少少专门演上一场，可好？行。二老爹娘在此休息片刻，带去早晚随来。好。哎，天高望地远啊！有缘父此生呐。你们逃得出江州，却逃不出我的手掌。哎呀，周公子啊，你为何就少不了我们呢？阴曹地府，讲理去吧！上。可怜的